大家好，我是李船长，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咱们一起走进航海的世界，走进航海人的生活。咱继续上期，这个事故的调查呢，貌似已经陷入了僵局，而在这个时候，那不勒斯号呢，已经在布兰斯康贝海滩成功的搁浅了。于是调查组就决定登轮，我们来获取船舶的装载电脑，来看一下你这个装载当时是不是有问题，确认一下当时的配载是否适当所造成的应力不均这个原因。那拿到了之后呢，就开始做分析，就发现这个配载确实是有不合理的地方，有两点：第一，20%的集装箱超重了；第二，有50个集装箱机载的位置错误。那经过数据计算，就发现这些个配载适当的错误它所造成的对这条船适航性的影响呢，已经使得那不勒斯号达到了最大航行能力的99%了，就是说几乎到了极限了。但是这时候红灯尚未亮起，是可以航行的呀，那肯定还有其他原因，对吧？那就继续查咯。那如果这时候我们使用排除法的话，那也就仅剩下最后一个原因了：船体结构的设计缺陷。调查组就把船图拿出来吧，仔细研究吧，就发现呢，有3根长梁从船头一直延伸到机舱的下方。到了这个时候，它改变了结构了，改成一个方框形。可是这种改变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毛病反而能更好的支撑起机舱的重量。可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地方开裂呢？是不是存在潜在的设计弱点呢？那经过了一段时间数据分析，调查组最后就得出了一个结论：那不勒斯号的机舱设计它的总体太靠前了，也就是说整个机舱包括刚才那个框架都是向前移动，它更靠近船中间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又正好是船舶受力最高应力的位置。那这个应该就是主要原因了，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刚才说了，大风浪抨击现象配载的部分不合理等等，已经使得那不勒斯号达到了适航能力的99%，而这种机舱靠前的设计存在的潜在缺陷，应该至少大于那1%。所以调查至此就剩最后一步了，来验证这个观点。那于是他们就找到了挪威船机社，就 DNV， 一起来做分析，看看如上所述的综合原因是否就是造成那条大裂缝的元凶。他们就搞出了一套模拟程序吧，然后把所有的数据都给输进去，最后果然就证实了这个观点。那原因找到之后，英国海事调查科呢就马上公布了这一结果，由此就引发了当年对超过1500艘集装箱货轮的集中审查。这个在当时绝对是个大动作了。结果就发现其中12条船与那不勒斯号一样，也存在潜在的风险，赶快改造吧，是吧？因此也出台了一些新的建造规范，改善船舶结构的强度，还有呢就是升级船上的装载电脑，避免超载等等不合理的机载现象的发生。那从这个案例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船舶的配载失当也是事故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配载的重要性。有很多朋友说，李船长你们讲讲配载吧，你说你们这么多集装箱，成千上万的甚至于几万只货柜它都是按照什么原则装上船又给卸下去的呢？它为什么不会乱掉你看一个个长得都差不多，对不对？你们是怎么知道哪个港口装哪个港口卸哪个呢？这个其实只是配载过程中的其中的一个考量因素而已，是货物的装卸港口顺序。那其他的指标太多了，比如说船舶的吃水差、载重线、船舶稳性、总重强度、局部强度、各种应力分配。什么应力呢？比如弯曲力矩、剪切力矩、扭曲力矩等等。另外就是每一只货柜它机载的位置特殊要求，还有隔离的要求等等等等。那再有就是你整个这条船配好了之后，你总体的视线要求以及盲区要求，这个过程过于复杂，每一个节点都够15个人看半个月的。我也没有办法用这样做节目的方式呢给大家一一的解释清楚，好像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它太过于专业了。咱们说只能泛泛而谈吧。那一般来说呢，船公司都有它自己的配载中心，它针对它旗下的每一条船，根据每一个不同的航线来进行货物的分配和配载，
然后呢，这条船的负责人就把配好的数据拿到相应的船上，由大副呢输入船上的这个装载电脑中进行审核，最终的目的就是确认船舶具有足够的适航性。那同时呢，货物在船上的积载也离不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什么呢？压载水。因为单纯凭借货物自身的分配很难做到满足各项指标，只能配合压载水来进行。聊到这里啊，又多了一个压载水系统。那咱们这样吧，还是举一个案例来从压载水这个节点呢切入，试图揭开复杂的配载神秘面纱的一角，好吧？在2004年的1月19号这一天，在挪威的海岸啊，有一条船正在航行。这条船的名字叫罗克尼斯号，它是一条特种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柔性落水管船。什么叫柔性落水管啊？它干什么用的呢？实际上它是土木工程项目中的重型设备船，它的目的是将它自己货舱内的砾石通过传输系统，再经过柔性管道，然后延伸到海底。那海底已经铺设好了这个一些管道了，它就把这个砾石铺在上边，起到保护性作用，它就是干这个的。那这条船当时是从挪威的艾克菲特港出发，要到公海去作业。这期间呢，要穿过一条蜿蜒曲折的峡湾水道。这个峡湾呢是特别难走。刚才说了，蜿蜒曲折，这种水道肯定是有当地的引水员载船的，他来领航。那登轮的这位引水员先生呢，也是经验极其丰富。你像这种操作，他经历了还不下1000次了，所以这次操作对他来说呢，也没有什么，开船就是了。这一路上是有惊无险。但是航行到峡湾的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不幸就发生了。那这个弯道叫瓦特勒斯特鲁门，很狭窄，弯度也很大。引水员呢，当时试图用小的舵脚来让这个船慢慢的转向。为什么要使用小舵脚呢？后面我们会谈到。可是即使如此，这位引水员马上就发现了这个船开始向右倾斜。那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这个船体随之就以倍增的速度迅速的就倾覆了。对，你没听错，我也没说错，直接就倾覆了，就扣过来了。在这个短几分钟时间里边，这个引水员试图就以反向的舵脚它所产生的反作用力来拉平船舶，或者说减缓船舶的迅速倾覆，但是于事无补。那同时船长也意识到了这是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了，他立即下令弃船，并且发出了Mayday的报警。那引水员在最后关头也是跳船逃生。那几分钟之后，这个船就扣过来了。最后经过救援，全船30名船员只有12名获救，包括船长在内的18名船员不幸罹难。那这是一场非常严重的事故，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船体这么迅速的就倾覆了呢？那为什么李船长说和压载水又有关系了？那位跳船逃生的引水员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他最终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咱们下期接着聊。感谢您的观看，不要忘了点订阅哦。咱们下期再见。